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大概10点多。我们呢打算去和一个朋友见个面。你们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呢，应该也熟悉的，就是和我们之前一起去槟城做陪读妈妈的那位上海空姐。对，她去年呢和我们一样呢，也因为疫情呢回了上海。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也就见了1、2次面。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去找她聊聊天，因为他们单位呢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我地铁1步过去，很快半小时就能到。不知不觉因疫情回国，我们已经在国内待了1年多。同期回国的许多朋友，这段时间也都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而今天我们要去见的这一位，是曾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上海好友。他就在这栋楼上班啊。我先给他打一个电话，看看我们要怎么样上去。好的。我到了，我奶奶，我是自己上来吗？我们几楼啊？哦，他说我们上不去的，他要下来接我的。那我们就待会儿到大堂去等他一下。在这里等他吧。好的。因为怎么回事呢？这一次不是从那个马来西亚回来之后嘛，他就是在上海呢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因为也马上要过新的一年了，对吧？对，2022了。2022年，他给我们订做了几本台历，本来呢是想寄给我的，那我说不要了，我们也好久不见了，要不我到你们公司来取吧。对。我在想他待会儿方便嘛，我们呢就或者一起吃个午饭，聊天，对吧？马上下来。很好啊，好呀，好呀，好，因为现在正好我们3点。好，我们要排队进去。好了，你刷脸。我再进。现在是大忙人了。是的呀。因为我是这个月刚刚升主管，所以新的主管会啊什么都要去参加。主管了。不容易啊。case 还比较硬，前2个月掉了很多头发。因为不懂嘛，蛮好玩的。那么多年没上班了，突然就变成职场女性。眼前这位美丽的80后，就是我们今天来见的朋友，也是第31集视频的主角，那位曾和我们住在槟城同一个小区的上海空姐 BW。好多人啊。这栋楼到底吗？保险行业就比较自由。哦，对，他这次回来了是做保险了。是什么？中国太平洋。不是太平洋是吧？不是太平洋。忙了不得了。到底是空姐哦，我发现1年多她没什么变化，越来越漂亮了。BW 本名吴斌，我们是几年前在一位共同熟悉多年的好友介绍下认识的。那时他和先生正在为女儿寻找国际学校，而在这之前，吴斌一直是全日空航空的一名空姐。后来他们也决定让孩子来槟城上学，那时吴斌带着只有6岁的女儿住在我们公寓，同我女儿上一个学校。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吴斌再带着孩子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去年的疫情，他比我们早几个月回了国。没想到这次见面，吴斌已从昔日的陪读妈妈，又变成了一位职场女性。好，小梁。这个定做的，然后我们都送好，我也没打开看。那我先把我这一本打开来看看啊。艾乐做的。对。哎呦，他现在就是还是准备在上海多待一会儿时间的。对。看疫情啊，疫情如果稳定下来嘛，就还是要回澳洲的。目前还在上网课。对，我们现在也是在疫情的期间，还是准备在国内学吧。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对，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嘛。哎呀，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哦。那辰光那个槟城的辰光，我们还可以回去的呀。
哎，那总归是小时候这段时间就过来嘛。还有这个游槟泳池城这段时间，在对呀对呀，生活过的生活过的地方。反正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这一套生活的时候的状态，我还是把它做一个留念，对。我也给我女儿做了一份，也做了一本。青年台历是吴斌单位的福利，他也给我做了几本。我们共同回忆着在槟城的那段美好时光。不过他说，对现在全新的生活状态也挺满意。小桌子在那边，然后这个是我们同期的一个很优秀的学员啊，那好。我是从陪读妈妈转变的，然后我们这一位是高材生哦，他是原来是在拜耳做总监的。我进来之后也很吃惊，我就想，哎，保险行业不是以前是4050没工作的人来做的，进来之后发现全是类似我们这个小伙伴很优秀的，我算已经是学历比较低的，他是学霸。就是说，其实过来的话，不仅仅是一个选择一份工作，也是选择一份生活方式。我是属于逻辑思维型理性的，然后我们有这个网红情感型亲和力强的，那就相互学习。对的，人生换个跑道，都觉得又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就不太一样。疫情影响经济，也改变了一些人的职业方向。只是令我没想到，今年春天才入行的吴斌，业绩已经做得很不错。好的，那么就3本，一本是我们的，一本是老小孩的，还有一本是我朋友的。谢谢啊。不要紧，马上就好用了。那你接下来啥事体了？中午一起吃个饭好不啦？中午呢，我要隔壁的开个创收会。什么叫做创收会？创收会就是像人才招募会，由你来上课。今朝是我来上。那么阿拉总归等伊了。对呀，这个一道去吃饭嘛。我们可以坐在后面听听不啦？可以。好。还没有到1年的一个时间哈，但是获得的成绩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并且他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传奇。稍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借助各位嘉宾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吴斌老师带来男嘉宾创未来的特别分享，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曾经身份的标签有很多，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国际航线的空乘。对外汉语的教师，陪读妈妈，小红书博主，然后现在的身份是保险新兵。那我从2004年加入了一家日本的航空公司，飞了10年。然后陪读的时候呢，在国际学校担任对外汉语的教师。当然我也非常闲不住因为在陪读的时候，我有很多海外的教育经历分享，那么就开了小红书的自媒体号。吴斌确实是个闲不住的人。本科对外汉语专业的他，因为大学时形象姣好，被选去做了空姐。而到槟城以后，虽然成了陪读妈妈，不过也兼职做起了学校中文兴趣班的老师，还担任了国际学校中国家委会的代表。当时他一方面开小红书，分享槟城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读书群，组织群里的槟城妈妈开展线下的活动，同时销售一些国内的儿童书籍和教育资源，可以说生活过得开心而充实。不过这看似努力的人生背后，其实在去年的疫情下也遇到了不小的挫折。这样子的照片，大家都觉得我的人生履历非常的光鲜亮丽。但是去年疫情我也是中年嘛，那我先生也正好是人到中年，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可怕的中年危机。我们在上海和朋友投资，一起开了3家早教机构。那么在疫情情况下，我们有2家当时是关闭无法运营，每个早教机构1个月的开支是10万块人民币，只出不进。当时我们是在马来西亚决定回来，一是因为疫情，第二我是要进行早教机构的清算，我要赔那一些客户的钱，把那个学费都退回去。我和我先生个人的赔付的钱我们去年1年亏了200万。我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大股东，他更惨，他把自己的一套上海的房子卖了。那当时在我们的圈子里是有很多老板卷款走人不见了，
而且当时我们又身在马来西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走这样同样的套路，我完全可以失联。但是当时我自己的责任心和我赚钱的底线告诉我，我要回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因为我先生是律师，那我觉得装在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要对得起别人的。那既然疫情来临了，虽然不是我们的原因，但是我需要把这每一份不属于我的钱退出去。所以在去年疫情回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前后是200万的现金实打实的赔付出去的。那我们家还有一个女儿嘛，那我带着她回来之后，首先我是要担心她学业上的问题，因为她从马来西亚生活了那么久，要回国念书。第二就是这个赔付的问题。当时呢，这个赔付的压力啊，造成我和我先生有一段时间长期是睡不好的。那我先生呢，当时后面头发都白了，我就很担心他身体会出现什么问题啊。那一家之主嘛，经济。虽然有所耳闻，吴斌家2019年做的投资失败了，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是到那天会上才了解清楚。后来吴斌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比会上说的更糟。由于疫情的原因，有的时候他先生失业了。吴斌的先生是位海归的律师，这样的结果无疑给家里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打击。那么当时我每一天的任务就是什么呢？整理家里的存折，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可以拿出去赔。我就看到我们家有很厚的一沓保单。在我们经济收入好的时候，我们家1年的保费是30万。那么我想这是一笔很可观的资金。如果买过保险的人都知道哦，这个保险有现金价值的，我如果去退保，我可以拿得到钱回来的。但是现金价值怎么样退保，核算怎么拿，我当时是一窍不通。然后我就找到了我现在的师傅。我的师傅呢，曾经是和我是空乘同班同学，我们一起飞过了10年。他也是华丽转身进来了保险行业。我对于他的工作方式是非常认可的。之后的故事就像现在所看到的，吴斌没有把保险退掉，而是在更多的了解了保险这个行业以后加入了其中。通过勤奋和努力，大半年时间已做到了陆家嘴分部业绩销售新人冠军，上个月还升了主管。所以有时会帮公司开些创业说明会，分享一下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他中午休息的时间也不长，那么我们就近找个地方，好吧？好的，吃一点。附近吃的东西很多的，然后我们平时就是工作餐就在对过的商场，每一家都打卡吃过来。好，我们走吧。前面也就这里都是你们的员工办公室了。那平时的话还蛮多人的了，现在叫他们都去吃饭了。对，现在正好是午休时间，大家都外面去吃饭。你中午一般休息有多久呢？我们其实都是看自己的安排。自由的，对。一般就是上午就来打卡开会。我今天没有安排做创收会的话，我就自由了，就不需要在公司。你跑客户也好，做自己的私人事也好，都一样。开完会已经不早，下午吴斌还约了客户，所以我们就在附近找了吃饭的地方。世纪大道这里是浦东办公楼比较集中的位置，其实我对这一片也挺有感情。回想多年前，我也曾在附近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好久没有回马来西亚了，馋东南亚菜。来这一家吧。好像肉骨茶有的。好。哎呀，真的是好久没有吃了。只不过在上海吃这些的成本要比马来西亚高多了。那肯定的。多讲啊，你这内容我来。好的，海南鸡饭就是我们以前在槟城也一直吃的，这个还是海南鸡饭 top 3呀。招牌。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没有马来西亚大排档这么好吃。沙爹怎么点的？这鸭肉炒粿条呢，我搞条。炒粿条要的呀。哦，这个马来椰糖也是很怀念的，以前超市是呀2块钱一大包。是呀。哎，肉骨茶肉骨茶点一份。那个素菜我们就吃马来风光好了。马来风光好的。这个肯定是必点的。对呀。哎，再来个娘惹拉萨好吧？好的，哎，这个娘惹是马来特色的。我老公现在在团购那个奶茶是吧？在这里的话，团购价是9块，我们已经觉得相当便宜了。原价18块，我们在马来西亚喝的时候是1块8嘛。对。
哦，进来啦！哇，这个不就是大排档的咖喱拉沙吗？对不对？我最喜欢吃了。味道已经闻到了，就这个味道。就是消费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这碗多少钱呢？是45。我们在槟城吃早餐可以多加点料，我每次都加3倍的料，好像是6块嘛。哎呦，这个味道实在是太怀念了。它这好像也有点白咖喱的感觉啊，对的，不是很红的那种。是的，这个公鸡碗太有感情了。是呀。就是在马来西亚任何那种老牌饭店，全是这个碗。对。我估计这个东南亚大概都是这个特色。肯定有吃法。我们的马来风光来了。哇，肉骨茶。茶原来这么迷你啊！都是小小份的。不过依然味道还是蛮正宗的，这个香味已经闻到了。这不是我们在那里吃的大排档的沙爹鸡串吗？对啊，对，这里是9块钱一串。9块钱一串。9块钱。哟，给我个虾。这个虾奖励你啦。哦，好的，拉茶来了，拉茶。哦，谢谢。哎呦，这是每天要喝的。哎，对。槟城每天一杯哎。对。但是我刚刚吃了这个咖喱拉沙面，总觉得少点什么，它没有大排档的那种氛围。那肯定的。没有大排档的气氛是吧？不，到一的呢就是老放松的。对。对呀，我们疫情结束了，有空还是会去玩玩的了。对，我们还是喜欢槟城的。孩子的话，参加那边的夏令营也哎，对。可以的呀，随时可以去参加夏令营。就是现在等两边都开好。好，因为吴斌呢，他女儿呢，当时到槟城去的时候呢，只有读幼儿园大班嘛，那个时候啊。中班，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也就是我女儿之前读的那个学校，读了3年书。那么这次呢，因为疫情呢，她就回国了。一开始呢，我看你那个视频当中好像不大适应，那现在好像蛮优秀，读得蛮好的吧？对的，她就是前1个月基本上语文卷子白卷，她最后自己觉得看不下去，就语文卷子用英文回答。以为他也独创的。所以最搞笑的是，他们语文老师把他的中文小作文拿给英文老师看，然后英文老师作为英文课的模范作文。对。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他女儿的话，中文是弱一点，但英文基础是绝对是好的，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书写啊，对吧？吴斌有个可爱的女儿，以前在小红书里，他就经常分享孩子在大马的生活和学习视频。你好，今天我们会学这本书叫《Haddon Road Forest》。因为5岁多就来槟城读国际学校，所以宝妮的英语基础打得很好，性格也非常阳光。Hi, I'm Bonnie. Let's talk about colors of the rainbow. The first color is red.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onnie and today we will be learning useful word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airport. Hello, I'm Bonnie and today we will be learning about vegetables. I made a slideshow myself from Google Slides. 你想要描述一个人比较胖的时候，你不能说 fat 显得不礼貌，会让别人非常不开心，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chubby. I was quite chubby when I was in kindergarten. 如果那个人真的很胖的话，所以我估计你女儿她现在的话，这个英语课以后不用上了吧？英语课对她来说像小朋友的启蒙英语啊。一开始她的英语课老师是让她自己看书，但是呢，我女儿就很想跟小朋友一起参与讨论，然后她就跟老师强烈要求说要跟小朋友一起上，这个跟小朋友们交流啊，能够互动啊，也是很开心的。现在还是在上的。然后还有语文嘛，我们差不多上了半年之后，她开始可以用中文写小作文了。然后现在成绩一直是班级前3名。那很好啊。对，然后上2个星期还拿了一个中队奖。对，我看你朋友圈发出来的，中队长了，对。他一开始没概念的，他都不知道回国2条杠3条杠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他好像也蛮开心的，找到自己的那种在这里公立学校被适应了啊。我们的炒粿条来了。重头戏。看来一切都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吴斌的事业有了起色，而他的先生最近也在国内朋友的介绍下，又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宝妮小朋友也长大了，从最初的不适应，慢慢变得更优秀。我觉得其实在马来西亚读书啊，我们读的是 IP，
小学是 PYP 的这种教育体系，对孩子思维开阔和学习的自驱力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就是前3年在学校里老师给的学习性引导，这个我们选择出国带他去做小博士，还是值得的，值得的，是的，是的。吴斌说，虽然为了不让孩子来回适应，也许短期内不会再回大马读书，但他还是很感激那几年在槟城所受的国际教育，无论是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长大后继续出国深造，都有不小的帮助。我想我们改变不了疫情的走向，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向。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那么乐观而努力的宝妈运气一定会更好。分享生活是种乐趣，感谢收看70后慢生活，我是金宝宝，我们下集再见。